不久前，乌军对于哈尔科夫发起的反攻，相信大家对结果也都有所了解了。俄军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直接是丢掉了3大重镇，相当于俄军近7个月的成果直接没有了。在俄军有序的撤离途中呢，更是被乌军缴获了一系列重要装备。那么乌军在哈尔科夫都缴获了哪些装备呢？这些被缴获的装备又会给俄军带来怎样的影响？别急，大兵这就为大家一一道来。在哈尔科夫大反攻不久，乌军就在网上晒出了新的战果。在伊久姆追击俄军的同时，还缴获了2门俄军逃跑时遗留的 2S19式152毫米自动加榴炮，而且呢，还是该款火炮现役最先进的 2S19M2 型号。不夸张地说啊，该火炮确实是有点东西。毕竟再怎么说 ，2S19M2 也算是俄军的高端货了。而俄军呢，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竟然直接将这种高端货给丢了，被各国笑话为俄军有序撤离，乌军仓皇追击。当然了，也有人对此呢持不同的意见，认为火炮是发生了机械故障，俄军认为其会影响撤退的速度，所以才丢弃在路上。但是大兵仔细分析了一下，这不就是嫌跑得慢吗？不过呢，不论是哪种情况，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2S19M2 被乌军缴获会有哪些后果。大家要知道，该款自行火炮在俄军中呢也就刚服役2年，制造的总量也不多，也就几十门左右。此前俄军将其派上乌克兰战场后，还宣称其是专门为海马斯而准备的，其前身是苏联时期开发的 2S19式152毫米榴弹炮，也就是姆斯塔。大兵上网查阅资料得知啊，这款老装备使用的 T80坦克底盘极限射程为30公里，每分钟可以发射8枚炮弹。至于现今被乌军缴获的 2S19M2， 已经换装了新型的数字式电子地图、增强型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新型数字化火控系统以及一套新的伪装系统。在诸多改进之后呢，该自行火炮能在陌生环境下更快、更准确地进行定位，大幅缩短了火力反应时间。最重要的是，射速和射击精度都有所提高。此外，由于安装了新的伪装系统，该火炮还可以大幅降低车辆热信号，并提高了对抗雷达和热成像以及光学探测的能力，从而使得战场生存能力得以提高。此外，作为一款自行火炮，它的火控系统也是重点。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该火炮的射击参数显示器可以自动显示由射击指挥车提供的射击参数，其控制系统则是与射击指挥车协调工作。需要注意的是，连着之间通过电缆或者是无线电瞄准，在连续射击过程中呢，能够自动修正射角。简单来说，就是炮手只需要将周视瞄准镜对准瞄准点，就可以保证射击精度。还有就是，除了标准的152毫米炮弹外，该火炮还能发射红土地激光半主动末制导炮弹。由于红土地能在战场环境下可以长期存放，所以运输和使用过程中也没有特殊的要求。在这次俄乌战争中呢，虽然俄军投入了 2S19 和 2S19M2， 但是总体数量并不多，也并不是每个战线上都有这款自行榴弹炮的，更多的是老旧的 2S1、2S3、2S5、2S7 等等。只不过令大多数人没想到的是，在溃败迅速的伊久姆战线上，俄军竟然配备有这款先进的自行火炮，而且还是在没有任何损毁的情况下被抛弃的。从另一方面呢，也显示出俄军坦克装甲车辆机械问题已经愈发严重了。如果是因为没有了油料被抛弃的话，那么俄军的后勤问题已经是不言而喻了，根本无法支持机械化部队的持久作战。再加上在伊久姆战线上，俄军打的是防御战，都会变成这种局面。显然，整个俄军体系已经完全不适应现代化战争了。这次乌军缴获的 2S19M2 自行火炮，估计很快就会被送到美国或者德国进行测试研究，以便得出俄军火炮的更多信息。之后，俄军想在炮击战中取得优势，那就不太容易了。作为俄军最先进的反炮兵雷达，动物园 EM 可以探测来袭的大多数炮弹，并直接计算敌方火炮阵地的位置，实时传递给己方的反炮兵部队，以此让执行反炮兵任务的火炮分队来打击对方的炮兵。由于这款雷达采用了相控阵技术，使其可以同时跟踪12个目标，可以对固定弹道的炮弹，例如榴弹炮这种炮弹的计算极为精准。
就算是前段爬升弹道呈 S 型的火箭弹，也可以进行准确的计算。此外，动物园 EM 不仅能够定位敌方的炮兵阵地，还能为己方火炮提供校射服务，途中修正一下它的爆炸点，提高己方的命中率，在战场呢作用还是很大的。俄军也是极为看重这款雷达，毕竟俄军本身就缺乏这一类先进的战场感知装备。但是就是这么一款在2019年俄军才开始使用的升级版动物园反炮兵雷达，却被俄军在哈尔科夫直接丢弃，并且被乌军缴获了。想必被送往北约或者美国不久，动物园反炮兵雷达的优点和缺点就会被发现了。之后再面对乌军海马斯火箭炮打击时，就不会有现在那么轻松了。虽然说现在也不轻松吧，毕竟被海马斯炸的装备也不少了。根据美国驱动力网站战区专栏的报道，乌军在不久前的哈尔科夫反攻中呢，缴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且有着极大情报价值的 RTU-518 PSM 机载自卫吊舱。之后，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也显示，该吊舱是在一架苏军苏 30 SM 战机的残骸中被发现的。该战机之前在哈尔科夫195姆区域被乌军击落，而俄军在控制这地区时呢，并没有认真的搜寻战机残骸，这才导致该吊舱被乌军寻获。而 RTU-518 PSM 吊舱又名帆船赛，属于俄军西比内电子战系统的一部分。这次对于俄军来说呢，可以说是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泄密了，因为该吊舱很可能会导致西方国家破解俄军战斗机的电子干扰系统，从而大幅降低俄军战机在敌方雷达制导导弹打击下的生存能力。至于西比内，是俄罗斯北极圈外领土克拉半岛上的一座山峰的名字，这样的一个名字呢，也是深有寓意。该电子战系统属于一款多通道天线阵列式电子战系统，是由卢卡加无线电工程研究所在1982年开始研制，早期计划是安装在苏27上，之后呢就将其正式命名为西比内。当时虽然很快开发出了样品，但是性能指标是不太理想。之后呢，便和苏霍伊密切合作进行改进。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俄罗斯的全面经济危机，俄军的新装备发展和武器采购几乎停止，空军在电子战领域的战力也是大幅下降，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了战术电子战飞机。再加上专业干扰机雅克 28PP 的退役，俄军战机严重缺乏自卫电子战的能力。后来，随着卢卡加无线电工程研究所加入俄罗斯无线电电子技术集团 KRET， 在种种困难下，依然在开发西比内电子战系统，并在1995年通过了第一轮测试，1997年通过了第二轮测试。而 KRET 自从2013年以来，就开始为俄空军部队的最新战机生产大量的西比内电子战系统，并在2015年11月12号交付俄罗斯国防部首批的 L175V 西比内10V，后来一共是交付了100套左右。时间来到2017年5月23号，俄军首次接收了15套现代化的 SAP-518SM 主动干扰吊舱，随即安装在了苏 30 SM 多用途战机上，也就是2013年开始研发的西比内 U 系统。其实早在2015年，俄空军的苏 30 SM 就曾在叙利亚使用苏34的西比内 10V 系统的翼尖吊舱飞行。截止到现在，该电子战系统已经装备了大部分俄军先进机型，甚至还改装在了苏24等战机上。目前西比内电战系统一共是有3个型号，分别是苏34使用的 L175V 西比内10V， 苏 30 SM 使用的 L420 西比内 U， 以及苏 35S 战机使用的 L265 西比内 10M。 其中苏 35S 使用的型号呢是更为先进的。这3款系统都包括了2个翼尖吊舱，以编号为 SAP-518SM 为例。该系统包括左翼尖上的一个 RTU-518 LSM-1 吊舱和右翼尖上的一个 RTU-518 PSM 吊舱，需要配合战机机身中前部的 KS-REP 核心控制单元。这2种吊舱长度呢都是 4.85 米，直径 0.3 米，重约300公斤。其中LSM-1 吊舱可能是一个被动无源接收吊舱，其内部的接收机和分析器，俄罗斯宣称有30个信号接收频道，与安装在机体上的雷达告警器一同用于接收和识别敌方威胁性的电磁波，例如来自敌方雷达的照射。
之后经过机体内的 KSREP 系统来处理，自动对比数据库内的信号特征，从而进行威胁排序。这2款吊舱一方面能显示威胁方位，另一方面由于采用了合适的干扰样式和信号发射功率，可以对敌方威胁由 PSM 吊舱内部的发射机进行干扰。该系统主要是为了应对中频威胁，并针对高频威胁进行优化，工作频率在4到18吉赫兹。俄军宣称其前后半球干扰覆盖范围都是45度追角，再加上采用了数字射频储存器技术，能够噪声干扰或者压制对方厘米波段雷达、来袭导弹上的雷达导引头，以及制造假目标诱偏敌方导弹。此外，3种系统还可以挂载机腹的 SAP-14吊舱，类似于美军的 ALQ-99E 系列干扰吊舱，功率要比翼尖吊舱更高，主要用于护航大机群，代号狼蛛。据称，安装的西比内系统能够使战机的生存能力提高25到30倍，所以本质上呢依然是一种自卫吊舱。而当时俄军之所以快速配备大量的西比内吊舱，主要是因为其雷达等与欧洲先进战机有着一定的差距，不得不安装电子干扰吊舱，以此增加在中距离作战中的战机生存率。不过，因为俄军电子设备体积明显大于欧美国家，所以西比内吊舱的体积也较大，不得不采用2舱分立，极大地限制了其性能。与之相比，欧美国家大多数已将自卫干扰装置集成在机体内。不过，必要情况下，西比内吊舱也可以不受体积限制，尽量做大，以此获得更好的性能以及扩展能力。其实，早在哈尔科夫反攻之前呢，俄军的苏34、苏30 SM 和苏35都有被击落的记录。也就是说，欧美各国大概率早就已经得到了一部分西比内系统的残骸，再加上这次缴获的完整吊舱，能够让欧美各国借此进一步的分析和评估，同时配合残骸中可能保存的数据储存系统，或者是在某些软件中提取的数据，很可能开发出针对俄空军的反制措施。这不仅会让俄军好不容易获得的防身手段失效，还会极大影响俄军外销战机中携带的出口型西比内系统，导致使用国必须耗费巨资再次升级该系统。而俄军就更惨了，刚刚服役的西比内系统将会面临全面改造，必须用新的体制代替旧体制。但是这个工作呢，显然不是几年内就能完成的，而且俄军拮据的军费也会进一步阻碍这一过程。总结来说，被乌军缴获的只能说是俄军自己闯下的祸端。毕竟战争开始到现在，俄军扔装备就像是扔垃圾一样，根本没有所谓的重视程度。像动物园 EM、道尔 M2 等新装备呢，都能完整的扔掉，就连途中销毁一下的程序都没做。将来面临乌军更猛烈的打击，只能说是自作自受了。